你感觉到这个重量吗？那种持续的感觉，觉得世界在与你为敌，觉得每一次努力都以挫败告终。你回首往事，看到一个仍在你的脑海中燃烧的失败，你向前看，看到一堵墙，你感觉自己破碎了，你感到被一种似乎没有任何目的的痛苦所麻痹，一个只会消耗你生命能量的无用负担。这是一种受害状态，你对一切都处于被动反应，感到脆弱和无力。你消费内容，寻找一种永不来临的解脱，只是一些短暂的分心。你认为这种痛苦是一种惩罚，一条死胡同，你视它为毒药，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东西，但它仍然在那里，无处不在。如果我告诉你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呢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正坐在宇宙中最有价值的原材料之上呢？你被教导要害怕痛苦，要逃离它，要麻醉它，而正是这种逃避，这种持续的抵抗，将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痛苦转变为慢性和使人麻痹的苦难。你钦佩你的痛苦，你研究它，你把它放在神坛上，任由它定义你是谁。你成了反应型受害者，一个环境的奴隶，把你所有的生命能量都花在抱怨、逃避和不断寻找罪魁祸首上。但真相，那个无人敢说的真相，是这种痛苦不是一堵墙，它是一扇门。你所感觉到的不是你故事的结局，它是你锻造的开始。这种苦难不是毒药，它是解毒剂，它是炼金术士的铅，耐心等待着被转化为黄金。问题从来都不是痛苦的存在，而是你缺乏处理它的能力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不会给你提供被动的安慰或廉价的分心，我将教给你情绪炼金术的心智技术。我将一步一步地引导你，通过5个确切的阶段，将这种原始的苦难转化为力量、品格和淬火的钢铁。你不会学到如何避免痛苦，你将学会将其用作燃料。我们将使用的是一种心智技术，一种在罗马帝国的混乱中锻造出来的古老哲学，被称为斯多葛主义。但请忘记一个留着胡子、没有情感的男人的学术定义，那是一种错误和软弱的观念，由那些从未理解其真正功能的人传播。斯多葛主义不是关于不感觉，那将是不人道的和无用的。斯多葛主义是关于积极的使用你所感觉到的，它是人类心灵的操作系统，其设计不是为了舒适，而是为了反脆弱性。它是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与你内心发生的事分开的科学。它是将无法控制的外部事件转变为不屈不挠的内在意志的实用手册。我们将从根本上重塑你与苦难的关系。从今天起，你将不再是反应型受害者，而将开始成为坚韧的炼金术士的旅程。你感受到的痛苦、失败、失落、挫败，不再是被动的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，它是一种活跃的材料，一种你将要使用的原材料。它是卑鄙的铅。你作为炼金术士，将有意识的加工，以创造出品格、韧性和目标的黄金。你没有再受惩罚，你没有破碎，你只是握着促进你成长的最强有力的成分，但从未有人给过你说明书。目标不是解脱，是转变。罗马皇帝马可·奥勒留，一个面对过战争、瘟疫和个人背叛的人，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写下了将成为你转变支柱的一句话：行动的障碍推动行动，挡路的东西变成了道路。想一想，你看到的眼前的障碍，你认为阻碍你进步的痛苦，实际上是你能进步的唯一道路。宇宙并没有与你作对，它在给你锻造你伟大所必须的材料。你的痛苦是真实的，我确认它。现在停止钦佩它，是时候开始用它来工作了。在我们深入锻造的第一阶段之前，我需要你作为一名炼金术士做出第一个决定。这不是一个为被动观众准备的视频。如果你来这里只是为了分散注意力，你可以离开。但如果你是认真的想要停止浪费你的痛苦，你的第一个炼金术行为现在开始。掌握你的行动控制权，到评论区公开声明你的承诺。评论：我选择转变，以此作为声明，你不再是环境的受害者，而是你回应的设计者。当你在那里时，尽你的一份力来加强这个炼金术士的社区。
点赞这个视频，以表明这个信息有价值，并订阅频道，激活通知。这不仅仅是一个频道，这是你的善写室，你的工作室。而且，为了让我知道我们的军团在哪里形成，也请评论你从哪个城市或国家开始这个旅程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不仅是在帮助一个视频，你是在与自己签订一份合同。你正在迈出离开被动反应，进入激进主动性的第一步。现在就做。我们从炼金术的第一阶段开始，一切自我掌控的基础，观察。这是艾比克泰德的伟大教训。你需要明白，事物并不会困扰你，困扰你的是你对事物的判断。你的痛苦不是来自事件本身，它来自你立刻告诉自己的关于那个事件的故事。你一个项目失败了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你立刻告诉自己，我是一个失败者，我无能，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。这是一种印象。炼金术的第一步是在事实和你的故事之间创造一个空间，是停止成为一个反应者，而成为一个观察者。你必须将事件与你的解释分开。我被解雇了是一个事件，我的人生毁了是一个解释，他和我分手了是一个事件，永远不会有人爱我是一个解释。最初的痛苦是事件，是原始的事实，而那种使你瘫痪的苦难是你附加在它上面的故事。你需要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冷静地看待事件，只看事实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不带形容词，不带判断，不带厄运的预言来描述它，只是发生了什么。这是战略性分离的第一个行动。你不是你的感觉，你是他们的观察者。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巨大的，因为你的大脑讨厌真空，它是一个讲故事的机器，被编程为即时判断，反应是容易的，是自动的，是爬行脑的路径。观察需要努力，需要意识。你想成为受害者，因为成为受害者给你一个不作为的借口。你希望世界是不公平的，因为那使你免除了对自己回应的责任。你的大脑会抵抗这种暂停，它会告诉你，观察是被动的，是冷酷的。但恰恰相反，这是真正的控制的第一个行动。你讲述的关于你痛苦的故事是一个舒适的叙述，即使它是毁灭性的。这是一条你熟悉的沉重毯子，放下这个故事，即使它正在让你窒息，是令人恐惧的。因为没有我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，你就被迫面对原始的事实。而原始的事实需要一个回应，反应是对责任的逃避，观察是勇敢地站在火中，看着火焰说，我看到你了，现在我来决定你意味着什么。痛苦是火警，苦难是相信你已经在燃烧。佛教徒使用一个强有力的比喻，两支箭，第一支箭是事件，它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痛苦、失落、疾病、失败，它击中了你，无法避免第一支箭。但随后我们立刻自己拿起第二支箭，射向我们自己。这第二支箭是我们的判断，是沉思、内疚、羞耻，为什么是我的故事。这是我们在痛苦之上创造的苦难。第一支箭是事件，第二支是你的反应。斯多葛主义者、炼金术士接受第一支箭，因为它是真实的，但他用尽全力拒绝射出第二支。让我们应用这一点。你失去了工作，第一支箭击中了，很痛，有恐惧，有不确定性，这很正常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接着你的大脑拿起了第二支箭，我一无是处，我永远找不到另一份工作了，我让我的家人失望了。你射了，然后再射，再射。炼金术士感受到第一支箭，然后他停下来，而不是拿起第二支。他观察，他说，事实是我失业了，我告诉自己的故事是我的人生结束了。这个故事是谎言，事实只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。你应该练习的是战略性暂停，在感觉到情绪痛苦涌现的那一刻，停下来，呼吸，创造1秒钟的空间。在那1秒钟，告诉自己，我正在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情绪，这是一个事件。什么是事实？我正在开始创造的故事又是什么？你不需要在那1秒钟解决问题，你只需要不射出第二支箭。
你只需要不让苦难比最初的痛苦更糟，只是像看电影一样带着好奇心观察事件，你由此获得的力量是巨大的。这就是维克多·弗兰克尔描述为人类最后自由的空间。在刺激、痛苦和反映你的行动之间存在一个空间，在那个空间里是你选择回应的力量，而在那个选择中存在着你的成长和你的自由。被动反应将这个空间压缩为零，观察则将其扩大。通过练习观察，你不再是你环境的奴隶，而成为你印象的主人。你打破了苦难锁链的第一个环节，这第一个任务不会移除痛苦，它不会修复外部事件。别搞错了，铅仍然是铅，但它阻止了你淹死在自己叙述的毒药中，你停止了在必要的痛苦上添加不必要的苦难。你现在有了清晰的认识，你隔离了问题，你不再与阴影和故事搏斗，你正看着原始的事实。只有当你清晰地看到原始事实时，你才能开始在它上面下功夫。你已经准备好进入第二阶段。许多人在这里放弃，因为成为受害者更容易，责怪世界更容易。但炼金术士知道，力量只能在激进的责任中找到。你观察了痛苦，你把它和你的故事分开了。现在你必须迈出下一步，你必须停止对抗已经发生的事实的现实，你必须停止希望事情本可以有所不同。第一步是看到火，第二步是接受它是热的。既然你已经将事实与虚构分离开来，我们就进入了炼金术的第二阶段，接受。斯多葛主义者称之为对命运的爱，不是一种被动的、顺从的爱，而是一种积极的、肯定的爱。它是看着所发生的事情，无论是失败、失落还是不公，并接受它就是当下的现实。你不需要喜欢发生的事情，你不需要批准它，你只需要停止花费宝贵的能量去对抗已经存在的东西。过去是不可协商的，当下的现实是你唯一的行动领域。理解对命运的爱不是什么至关重要，它不是被动，不是说哦，好吧，我被解雇了，我就待在沙发上。不，那是放弃。斯多葛主义的接受恰恰相反，他是说我被解雇了，这就是事实，我接受它作为当下的现实。我不会花1秒钟去希望它没有发生，我所有的能量现在都将集中在从现在开始我该怎么做。它是激进的接受，作为有效行动的先决条件。你无法解决一个你正忙于否认其存在的问题。这里的内部冲突是我们与现实讨价还价的幼稚倾向。这不应该发生，玩价这不应该发生，这不公平。要是我当初做了 X 就好了。每一次你对过去说应该或要是，你都在打一场已经输掉的战争。你正试图对抗地心引力，这让人筋疲力尽。你慢性苦难的最大来源不是最初的痛苦，而是你对它持续的抵抗，是你紧握的拳头对抗着潮汐。你正在一场对抗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想象中的战斗中耗尽你的生命力。抵抗是一种否认形式，而否认虽然是一种暂时的防御机制，但它会变成一个监狱。你被困在如果中，瘫痪了，无法前进。你本可以用来重建、学习、创造新未来的能量，正全部被这场对抗过去的徒劳斗争所消耗。你成了一个幽灵，在你自己的生活中徘徊，困在撞击的那一刻，拒绝接受世界已经前行。接受是将你带回当下的东西，那是唯一存在力量的地方。这里的核心比喻是锻造，生活是铁匠铺，你是粗钢。痛苦和逆境，你刚刚观察到的事实是火，你被置于火焰中。抵抗是钢对火说你不应该是热的，这是无用的。钢不与火谈判，钢只有2个选择，它可以抵抗，保持紧张，然后在高温下它会破裂并变得脆弱，或者它可以接受热量，软化到足以被塑造。然后在铁锤下，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被淬火。对命运的爱是你对火的事，是理解火是粗钢变成刀刃的唯一方式。你不需要喜欢热量，你只需要理解它的目的。当你停止对抗火是热的这一事实时，你就停止了在恐慌和否认中浪费能量。你变得可塑，你变得可教，
你使自己与转变的过程保持一致，而不是与之对抗。接受是向过程的现实屈服，而不是向绝望屈服。想象一个在暴风雨中的水手，事实是暴风雨存在，风是真实的，浪是真实的。反应型的水手，受害者诅咒天空，他对风大喊大叫，他希望自己身在陆地，他正把能量浪费在抵抗上。炼金术士的水手，斯多葛主义者，立刻接受了暴风雨。他不喜欢它，但它就在那里。他所有的注意力从为什么这会发生转向我该如何调整我的帆。他利用他无法控制的风的能量来推动他的船。这一阶段的结果是能量的大规模释放。当你真正接受事实的那一刻，是的，这发生了，它完成了，你脑海中和身体里的慢性紧张就消散了。你用来对抗过去的能量现在在当下可供你使用。你停止了生命力的流失，你很平静，不是因为问题消失了，而是因为你对问题的内部斗争消失了。你现在有100%的心智资源可用于下一步。你获得的力量是临在和主动性。你不再分裂于你无法改变的过去和你恐惧的未来之间，你锚定在当下。你接受了你收到的牌，你无法改变这些牌，但是现在，也只有现在，你可以开始思考如何打出它们。你看了签事实，你接受了它，停止抵抗它。现在真正的炼金术开始了。提取这签里面有什么？你完成了2项大多数人一生中永远不会完成的任务。你停止了盲目反应，停止了无用的抵抗。你掌控着你的心灵。外部事件没有改变，但是你从根本上改变了你与它的关系。你不再与现实搏斗，你准备好使用它了。你准备好解剖这种痛苦，发现它来教你什么。下一步是我们在苦难中找到目的的地方。你观察了事实，你接受了事实。现在在炼金术的第3阶段，你将提出斯多葛哲学中最有力的问题。你将停止问为什么是我，并开始问用这个做什么。这就是提取，这就是苦难不再是随机的惩罚，而成为一位严厉的老师的时刻。为什么是我？是一个被动的问题，是受害者的问题。他不寻求答案，他寻求同情。它没有功用，用这个做什么？是一个主动的问题，是炼金术士的问题。他寻求功用，他假定有价值可以被找到。痛苦是信息，失败是数据，悲伤是一个信号。你的苦难不是无意义的背景噪音，它正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。你生意的失败正在告诉你一些关于你的计划，你的市场或你的纪律的事情。一段关系的结束正在告诉你一些关于你的需求、你的界限或你的沟通的事情。焦虑正在告诉你一些关于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哪里的事情。你作为炼金术士的任务不是让痛苦沉默，而是倾听它。具体来说，这种痛苦在教我什么？要残酷的诚实。内部冲突是自我讨厌这个问题，自我想要归咎于外部因素。说市场不好或它是问题所在，远比说我没有准备好或我未能传达我的价值观要容易得多。用这个做什么？这个问题迫使你进行激进的自我评估，它要求你照镜子，为你的那部分承担责任，无论多么微小。保持在受害者的位置更容易，因为它在道德上是舒适的。提取需要谦逊，而谦逊对自我是痛苦的。你害怕向内看，因为你害怕你可能会发现什么。你害怕痛苦是对的，它证实了我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。但恰恰相反，痛苦不是在说你是一个失败者，它是在说这是失败的地方。痛苦是一个诊断，不是一个判决。但要阅读诊断，你需要停止责怪医生，你需要停止责怪世界，并有勇气问：我在哪里可以改进？我能学到什么？这里的教训是什么？如果我现在学会它，将来会让我更强大。在这里，炼金术的比喻是字面上的，铅你的痛苦，你的失败不是黄金。但炼金术士相信铅含有黄金的种子，你的工作是打破铅，分析它，发现它的成分。失败的痛苦不是教训，它是原材料。你把它放在显微镜下。好吧，我失败了，
为什么？事实一，我在营销上拖延了。事实二，我忽视了客户的反馈。事实三，我害怕寻求帮助。中了。失败的签刚刚揭示了缺乏纪律、傲慢和恐惧的黄金。这个过程是肮脏的，它不是一个神圣的启示，这是一项调查工作。你正在筛选你失败的灰烬，以找到你未来胜利的种子。失去亲人的痛苦，它教了什么？也许它教了你爱的深度，关于活在当下的重要性，关于万物的无常。教训并不能为痛苦证明，没有什么能，但它给痛苦一个目的，它将苦难从一个无意义的负担转变为智慧的遗产。当你提取教训时，苦难的性质改变了，它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而成为一项资产。你感受到的痛苦没有白费，它是你为智慧付出的代价。而智慧与痛苦不同，是永恒的。你现在拥有了用你的痛苦换来的无价之宝。失败成为你上过的最昂贵、最有价值的一课，失落成为对真正重要事物的深刻提醒。铅没有消失，但你从中提取了黄金。你在这里获得的力量是目的。你打破了随机苦难的诅咒，再也没有什么只是坏事，一切都是材料。你成为生活的学生，而不是他的受害者。你开始看到模式，你意识到同样的教训会不断出现，也许以不同且更痛苦的形式，直到你最终学会它。提取是你决定第一次就心甘情愿地学习教训的时刻，这样你就不必被迫重复它。你现在手握教训，你看了铅，接受了它的存在，并打破它以找到智慧的黄金。但教训本身仍然是被动的。你知道哪里出了错，你知道什么需要改变，这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所能达到的。但对于炼金术士来说，还缺少一个关键步骤。你需要改变事件的意义，你需要将障碍本身转变为你的新道路。你已经走了一半的旅程，你观察了，接受了，提取了。你正在做99%的人回避的工作，你正在从混乱中锻造品格，你正在向自己证明，你的痛苦并不比你处理它的能力更大。你正在变得反脆弱，你不仅仅是在火中幸存，你正在学习利用它的热量来为你服务。而接下来的是区分斯多葛主义者与普通人的地方。欢迎来到炼金术的第4个，也是最具创造性的阶段——重构。你观察了事实，接受了现实，提取了教训。现在，你将做马可·奥勒留命令做的事，你将使障碍成为道路。事件本身没有固有的意义，失败不是坏的，失落不是悲惨的，它们是事件，意义是你赋予的。而到目前为止，你一直在使用一种标准的叙述，一种受害者的叙述，它削弱了你。重构是有意识地选择一种赋予你力量的叙述的行为。你无法控制发生的事情，你控制着发生事情的意义，这就是激进的主动性。标准的叙述说：“我失败了，这太可怕了。”炼金术士的叙述说：“我失败了，这是我雄心的代价。这次失败是我下次成功所需要的训练。”标准的叙述说：“我被背叛了，这证明我不能相信任何人。”炼金术士的叙述说：“我被背叛了，这教会了我一个关于如何设立界限以及该信任谁的宝贵教训。你不改变事实，你改变事实的功能。内部冲突是标准的叙述是舒适的，它得到了你周围每个人的验证。社会喜欢受害者的故事，抱怨能博取同情。重构你的失败为训练，对普通人来说听起来傲慢或妄想。这需要有意识的精神努力和勇气来挑战这种懒惰的叙述，沉浸在自怜中比站起来说：“这个可怕的事件，它不是冲着我来的，它是为了我而来的，它是我的优势，要容易得多。”标准叙述的暴政是你最大的监狱，你被编程为将障碍视为终点，视为不可逾越的屏障。炼金术士视障碍为过滤器，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过滤掉那些不够投入的人，阻止了99%的人的失败。正是那个将迫使你创新、变得更强、变得更聪明的确切事件。障碍没有挡住道路，障碍就是道路，它正在给你需要的，而不是你想要的。这里完美的比喻是肌肉。韧性不是你拥有的东西，
它是你建立的东西。你如何建立肌肉？你给它压力，你让它超负荷，你让它达到力竭。健身房里的重量障碍不是来压垮你的，它是你成长的媒介。你感受到的疼痛、肌肉纤维的撕裂，是通往力量的道路。你不是尽管有重量也变得更强，你是因为重量而变得更强。你必须停止把你的问题看作是压垮你的重量，而开始把它们看作是使你更强的重量。想想这个，你想要耐心吗？生活不会给你耐心，它会给你银行的对交通堵塞和难相处的人。这些不是对你耐心的阻碍，它们是你耐心的训练。你想要勇气吗？生活不会给你勇气，它会给你让你感到恐惧的情境。那种恐惧不是勇气的对立面，它是勇气的机会。障碍是你所寻求的美德的原材料。你的苦难是你灵魂的健身房。失去工作不是你职业生涯的终点，它是被迫重新评估你真正想要什么，并建立属于你自己的东西的机会。失去一段关系不是你生活中的一个洞，它是为了让对的人能够进入，或者为了让你能第一次学会独处所必须的空间释放。失败不是结局，它是雄心的代价。它证明了你愿意尝试别人只敢梦想的事情。你改变了故事，你就改变了你的情绪状态。结果是痛苦失去了它对你的控制力。当你重构一个事件时，你排干了它的毒液。之前是羞耻之源，失败现在变成了骄傲之源，一个战伤，一个学到的教训。曾经的悲剧变成了你起源故事的一部分。你成为了铁匠大师，不仅仅是钢。你正在积极地决定钢在经过火后将呈现的形状。你正在赋予意义。你获得的力量是激进的主动性。没有外部事物可以在没有你内部允许的情况下击垮你，因为无论世界向你抛出什么，你都有最终的工具，决定它意味着什么的能力。你可以把任何铅变成黄金，你可以把任何毒药变成良药。你不再是风中的一片叶子，对环境做出被动反应，你就是风暴本身。你有了事实、教训，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力量叙述。只剩一件事了。你做了内部的工作，你观察了、接受了、提取了教训，并改变了意义。心智的炼金术几乎完成了，但是苦难即使被处理过，仍然留下了大量的未加工能量。愤怒、悲伤、恐惧，大多数人让这种能量腐烂，变成毒药。炼金术士做最后一件事，他引导它，他用它做燃料。这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行动。这是炼金术的最后阶段，是转变在物理上实现的时刻。你观察了痛苦，接受了它，提取了教训，并重构了它的意义。但是痛苦，即使是处理过的痛苦，也是能量。它是一种未加工的强效的能量。愤怒是能量，悲伤是能量，恐惧是能量。为加工的苦难变成毒药，它转变为苦涩、冷漠、盲目的愤怒或抑郁。然而加工过的苦难变成了燃料。第5个任务是引导这种能量。你不会浪费你的痛苦，你将用它来建设。行动是完成循环的关键。没有行动，你所有的内省都只是自我放纵，是美化了的沉思。斯多葛主义的目标不是感觉更好，是行动的更好。炼金术的目标不是把铅变成心智的黄金，它是把黄金锻造成在现实世界中有用的东西。你把你的失败重构成训练，很好。现在根据那个训练行动，用失败的痛苦去加倍学习，去好10倍的计划，去用你以前没有的纪律去执行。内部冲突是瘫痪，痛苦即使被理解了，也常常让我们想要退缩，害怕感受更多痛苦，阻止我们行动。悲伤会让我们感到沉重和缓慢，这就是共情的坚定转向内部的地方。你需要成为你自己的明智向导，你需要告诉自己，我确认这种悲伤，我确认这种愤怒，现在站起来，我们有工作要做。这种能量不会浪费在自怜上，它将被用来建设。破坏性愤怒和建设性愤怒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，受害者的愤怒摧毁他人或自己，它是反应性的。炼金术士的愤怒是专注，是纪律，
是闹钟响起时让你在凌晨5点起床的能量，是让你对分心说不的能量。用你所遭受的不公引起的愤怒去建立坚不可摧的界限，用你失败过的愤怒去建立无可挑剔的职业道德。痛苦成为你的要求标准。最后的比喻是水电站大坝，你感受到的痛苦、悲伤、恐惧、愤怒是一条未加工情绪能量的河流，受害者任由这条河淹没村庄，造成破坏、愤怒的爆发，或者让水停滞，变成冷漠和抑郁的沼泽。炼金术士不试图阻止河流，他接受它，然后他建造一个大坝。他不是在阻挡能量，他是在遏制、积累和引导它。大坝的涡轮机是你的行动，你因为失落而悲伤，不要让那种能量腐烂，引导它，用那种悲伤去创造艺术，去写作，去与你爱的人建立更深的联系，用那种情感的深度来增加你的同理心。你对未来感到恐惧，不要瘫痪，用那种恐惧去精心计划。恐惧成为你的战略家，迫使你检查每一个细节，为每一种突发事件做准备。恐惧当被引导时，只是高薪玩职的审慎。炼金术完成了，你拿起了未加工的签，一个痛苦而无意义的事件，并引导它通过了5个阶段。你观察了它与判断分离，你接受了它，停止抵抗，你提取了教训，找到了智慧，你重构了它，改变了意义，而现在你用它来行动，转化为燃料。曾经是使人瘫痪的毒药，现在是推动你生活的力量。障碍字面上变成了道路，结果是你不再害怕痛苦，你不寻求它，但你也不再逃避它。你培养出一种沉静的自信，相信你可以处理生活抛给你的任何事情，因为你知道不管铅有多重，你都有过程去转变它。你明白你的成长不是尽管有你的黑暗时刻而发生的，而是因为他们而发生的。痛苦成了你最伟大的盟友，你获得的力量是真正的反脆弱性。你不再是粗钢，害怕火焰，你甚至不再是淬火的钢，能承受冲击。你就是铁匠大师本人，你是坚韧的炼金术士。你看到混乱和障碍，不是其为威胁，而是视其为练习你艺术的机会。你不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定义的，你是由你选择用它来做什么定义的。你走完了这段旅程，你脱离了反应型受害者的状态，达到了坚韧的炼金术士的原型。你没有浪费你的痛苦，你通过使用它来荣耀了它，你把它转化成了品格。痛苦是不可避免的，苦难是可选的，现在通过它而成长的是你深思熟虑的选择。你不再是你环境的奴隶，你是你回应的主人。你完成了旅程，你穿越了炼金术的火焰，装备了5项任务。你不再是普通人，反应型受害者，你是坚韧的炼金术士。但这种转变需要一个公开的承诺，一个你不会再回到旧模式的最终声明。你作为炼金术士的第一个行动是声明你的选择，你今天的最后一个行动是封印你的新身份。到评论区做你最后的声明，评论我的痛苦是我的燃料，这是你新的真相。为了让我们的社区知道谁真正完成了训练，也请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。这是我们军团的呼唤，这些知识不是用来私藏的。炼金术的目的不仅是拯救自己，也是为他人点亮灯火。你现在认识某个人，在你的生活中，他被困在第1阶段，某个正淹没在自己受害者叙述中的人，在无用的苦难中浪费着他的痛苦。你的下一个力量行动是分享这本手册。分享的行为不是关于这个视频，是关于你的使命，是关于向后伸手把另一个人拉出火海。不要只发送一个链接，发送一个工具包，成为你曾希望拥有的那个向导。最后，如果这个信息与你产生了共鸣，如果你感觉到转变在你的脑海中发生，点击喜欢按钮作为你批准这个过程的印记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订阅这个频道并激活通知。这不是一次交易，这是你进入我们的善写室，我们的工作室。锻造之火永远燃烧，而你的练习现在开始。你走出了被动反应的黑暗，进入了激进的主动性的光明。
未加工的苦难变成毒药，加工过的苦难变成力量。现在去吧，不要再浪费你的一丁点痛苦。